老年夫妻的分床睡其实是增进感情的一种方式。许多中年夫妇都会在40岁以后的岁月里考虑是否分床睡眠。实际上，老年夫妇之间分床睡觉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。当然，这需要根据每对夫妻的具体情况来平衡利弊并做出决策。让我们听听3位女性的不同看法。令女士，46岁，分床2年。张爱玲曾说，如果婚姻只是为了生计，那就像长期卖淫。我和丈夫的婚姻持续了近20年，最初是由父母安排的相亲婚姻，因此我们的感情并没有那种爱得死去活来的情感。在这段婚姻中，我们的生活有高有低，我对他感到满意。10年前，我们为了维持生计而不得不努力工作，挣钱不容易，但花钱却如水流一般。当我们年轻的时候，照顾孩子需要花费大量金钱，因此为了挣钱，我们甘愿忽视自己的身体，甚至牺牲休息时间。那时我们年轻，不够理智，认为只要我们身体健康，休息不足问题不大。我们不计辛劳，从事各种辛苦的工作，甚至在深夜或清晨才能躺下休息。我们的睡眠质量因此变得非常差，经常在凌晨3、4点因为彼此的动作而被吵醒。我有一度因为睡眠问题去中医院接受治疗，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中药的效果。一开始看起来效果显著，我终于能够安稳入睡。然而，后来问题又回来了。丈夫看到我的痛苦，主动提出分床睡眠。我一直有这个想法，但害怕他误解，所以没有表达出来。现在他提出了这个建议，我欣然同意。我们分开的前几个晚上，我会感到失落，身边缺少一个人。但晚上的睡眠质量明显改善了，不再被对方的动作吵醒。我们的感情并没有因为分床而受到影响，也没有因此而产生芥蒂。我绝不会怀疑他是否出轨，因为我深知他的品性。如果他有这个意图，也许我们早就分道扬镳了。女人过了46岁后，健康变得比爱情更重要。女人需要照顾好自己，确保获得充足的睡眠，否则整天都会无精打采。毕女士，47岁，分床 N 年。我不会为了婚姻而妥协太多。贾静雯曾说过，朋友都羡慕我嫁了一个好丈夫，说我眼光独到，找到了一个潜力无限的伴侣。当我和老公结婚时，他还背负着一大堆债务。当时我的父母不同意我嫁给他，认为跟随他会吃亏。然而，我的丈夫是个奋进的人，最终摆脱了债务，成功地创建了一家公司。在公司刚刚启动的时候，他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，因为为了节省开支，不敢雇佣太多员工。他的自尊心特别强，因为他知道我的父母和朋友不看好他，所以他决心证明自己，让婚姻幸福。在婚姻的前2年里，我替他还清了不少债务。他心怀感激，为了确保我和孩子能过上好日子，他更加努力。即使公司生意兴隆，他也不放松警惕，生怕出现突发情况。他曾说，年轻的时候我可以承受挫折，但现在我不能再输了，因为我有孩子和你，我不能让你们受苦。他常常工作到深夜才回家，为了不打扰我和孩子，他会偷偷地睡在沙发上。因此，我清理了隔壁的房间，放了一张小床，他如果晚归，就可以在那里休息，以获得更好的睡眠。每个月我们都会有些时候在大房间一起睡觉，而我们的儿子则被赶到小房间去睡觉，以避免打扰我们。我们的分床安排是由于生活所迫，因为他一直忙于工作，我能理解他。实际上，分开睡觉反而有助于增进夫妻之间的感情，我们并没有因此而矛盾。如果有一天
他希望独自睡觉，我也不介意，我觉得独自清静也是不错的。C 女士，56岁，分床5年。婚姻是两个人精神的结合，只在一起克服生活中的一切困难和挫折。高尔基曾说，爱情让人忘记时间，时间也让人忘记爱情。分床是我主动提出的，丈夫没有反对，似乎还感到一些开心。也许我的建议正中他下怀。我们的感情早已不复存在，他看我不顺眼，我也对他不满意。为了避免更多的争吵，我选择了分开睡觉。多年前，当孩子上高中的时候，我们曾有过一次大吵，几乎要走向离婚的边缘。如果不是为了孩子，我们可能早就离婚了。从那时起，我们的感情变得越来越淡，甚至不再交流。现在，尽管我们不再谈论离婚，但心已离开。孩子不在家，我们就像陌生人一样，甚至感觉比一起睡觉时更像两个陌生人。分床让我们不再干扰彼此，不再相互困扰。对于这段婚姻，我不再有太多奢求，只要孩子过得好，我就满足了。这种宁静的分床生活并不坏，我们各自为自己，他玩手机，我看书，互不干扰。分床后，我不再讨厌他，他也对我更有礼貌。有时候，分开睡觉不见得是坏事，它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，同时也能为夫妻提供私人空间。如张小娴所说，爱情使人忘记时间，时间也使人忘记爱情。夫妻之间应该相互体谅，增进感情，而不必时刻粘在一起。女人过了40岁，健康已经比爱情更重要。分床并不会影响感情，只是为了更好的休息和个人需求。在老年时，分床睡眠的主要原因。老年人的睡眠往往较浅，睡眠质量通常较差，容易相互惊醒。睡眠中经常需要起夜，容易相互干扰。不同的作息时间需要适应不同的生活习惯。身体动作和翻身会相互影响。分床睡眠有助于改善老年夫妇的睡眠质量，减少互相干扰，提高生活质量。需要指出的是，并不是每对老年夫妇都适合分床睡眠，这需要根据个人的身体状况和需求来决定。在分床睡眠时，应建立应急机制，以应对突发情况。